大家好，我是大伟。35岁之前看肾气，35岁以后就看脾胃。脾胃被称之为后天之本，只要能把咱们的脾胃养得强强壮壮，你的身体的后半生也会强强壮壮。但是咱们现在有很多人脾胃不好，你会发现脾胃一不好整个身体当中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出问题。而且最常见的什么呢？就是消化吸收整个通道都不太好。有的朋友会打嗝嗳气，有的朋友就感觉腹部当中胀胀的，吃东西没有食欲，还有的朋友会感觉小腹下面坠着，这其实都是脾胃上面出了问题。脾胃好的人吃进去的东西它能化为身体的能量，所以身体每天都会精气满满，身体强壮。脾胃不好的人呢，不仅吃进去的东西化为不了能量，还会因为我们的脾胃负担太重，加重脾胃的负担，变得越来越差。今天我教你一个方法，这一套方法你只要按时按点的用，坚持大约2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你的脾胃重新回来了，变得更加强壮。这个方法非常的实在，大家一定要记得把视频收藏下来，以后打开每天跟着去做。首先第一个方法是什么？就是要去解开我们脾胃上面的3条线，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首先给大家讲一下我们腹部当中的布局，你看左右对称平行线这2条平行线要往下推，一横一竖，它形成了一条十字线，十字线也要打开，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这个一横一竖就形成了一个6宫格也就和我们的6块腹肌它是对等的。所以我们话不多说，直接把这个方法教大家。大家首先把手你看这样用我们的掌心偏下大鱼际这个线这个位置来往下去推，推下去的时候整个手臂要伸直来。跟着我去做上一个30下左右，但是因为咱们视频的时间有限，咱只能把这个大概的方法告诉大家，大家也不要做多，做上10下到15下，你就能感觉到肚子里面开始咕咕响了，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我们就这样慢慢的往下推，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手要按下去，然后慢慢沉进去往下推，用我们掌根这里你看推进去往下下去的时候手臂要伸直手臂伸直推下去，来1、2、3、4，好，这条线推完了以后，我们开始做什么呢？中间这条线，你看一样的，是偏向于我们的拇指大鱼际这一侧靠进去。你看从如果是演示的话是这一侧这一侧，你看推上去，推来一样是做一个10下，我们可以高点高点从我们的这往下去走来1、2、3，一样去按进去，去做上一个10下。这10下做完以后，很多人的肚子里面开始怎么样？打嗝了开始有些气开始咕噜咕噜的乱窜了我们就这样坚持做，做上10下。然后最后一条横着的线，它直接分割开来，把我们3条线原来两边加中间3条线变成了6条线横着的线。横着的线怎么去做？你看，用小拇指的这一侧对着我们腹部中间往2侧去拉，一定要是按进去。看我的腹部变化，你看按进去以后往2侧去拉，这样你看1、2、3、4这一套动作做完了以后，你会发现咱们很多人脾胃不好，腹部感觉硬硬的，里面摸起来硬硬的你做完以后腹部如棉，腹如棉并不缠就把这里给它打开。每一条线我们记住了，做上一个30下到50下。这里由于时间关系就不全部演示了，我相信全部做完的朋友们应该就能感觉到这一套动作的一个帮助了。好，第一个方法讲完了，紧接着要讲第2个方法。这2个方法一定要粘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方法它是一个解法，就是把我们肚子当中的一些小的一些经节，包括我们不通的点，把它给解开。但是你脾胃该弱还是弱，我们要通过第2个方法，在夜里面去把我们的脾胃去加强。这个方法来自于南怀瑾老师，他曾经分享过的。我们准备花椒6到7粒，艾绒1小撮，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放在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加入适当的蜂蜜，把它搓成1颗1颗的小丸子。这个小丸子你千万不要小看它，把它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夜晚睡觉之前用封盖把它盖好，就把它盖实了。你要知道，小丸子当中有艾草，艾草又被称之为至阳之草。然后花椒呢，窜走能力强，性格也比较的温，再加上桂圆肉养脾补胃就在这3样在我们的肚脐当中就能通过这个通道当中养我们的整个脾胃，并且把我们里面的整个阳气给它升起来所以呢，这个小丸子是非常的棒的。你只要去用上一个7期49天，就是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的脾胃就会强强壮壮。很多人说大伟，你说的这个方法非
非常好，但是我自己平常没有时间做，怎么办呢？在这里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和家里面人都用过非常好的一个成品，分享给大家，就是这个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让脾胃变得更加强壮。为什么说它好呢？咱们轻轻打开盖子，闻一闻里面的味道。里面的味道非常浓郁，证明里面的材料选材用料也是非常的真，非常的好。咱们从里面取出一颗小丸子啊，把小丸子取出来，再配合一个封贴，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它现成给你准备好的，直接贴在我们的肚脐当中。然后呢，如果你身体当中的寒和湿比较重的，脚底的涌泉每天晚上双脚都要贴上，你就这样坚持2个月的时间，你身体当中的寒和湿都会被排空，而且你的脾胃通过我们肚脐这个通道也会被养得越来越好。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用了2个月左右的时间一个经验之谈啊。前面2天的时候是没有感觉的，每天都是这样去贴，就是感觉嘴巴有点干，喝水次数变多了。然后到了第3天的时候，明显感觉肚子中间升起了一股小火苗，里面热热暖暖的，就从肚脐的周围慢慢的向外扩开。然后到了第4天、第5天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的气开始走出来了。有的朋友是往下走气，有的朋友是不断的打嗝，还有的朋友是不断的往厕所跑，这些都是正常的，会维持1天左右的时间。然后之后这些其他的一些症状都神奇的消失了，我们称之为排他反应，把身体当中一些不好的全部排走了。排走了以后，你就会感觉自己吃进去的东西能吸收了，也不会感觉肚子胀胀的了，就非常的舒服。就这样一直贴上一个49天到2个月的时间，你会发现整个脾胃强壮了整个人1天比1天有劲，身体也强壮了。而且原来很多朋友出现，比如说打嗝有嗳气这个气就越来越少慢慢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小丸子非常的棒，就分享给大家了。大家如果想节省时间，不想自己做的，我把这个肚脐贴放在了我的橱窗当中，就在下方，大家可以自己去获取。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我是大伟，希望这个视频能给你带来帮助。大家最后一定要记得咱们第一个方法和第2个方法一定要配合在一起用。第一个方法它是一个解法，帮助我们的整个脾胃解套；第2个方法才是强壮我们脾胃之本。脾胃越好，你的以后的身体也会越来越棒。好，我是大伟，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不要再揉肚子了，帮助不大。今天教大家一个南怀瑾的脾胃金刚功，这个功法非常神奇。就是你跟着我做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到你脾胃的运化被加强了，肚子里面咕噜咕噜响。那么这个脾胃金刚功分为2步第一个呢叫日功也就是说我们吃完饭以后去练。第2个呢叫做夜功，把日功和夜功2者结合起来，你就能发现你的脾胃功能1天比1天的强大。好了，我们话也不多说直接把这个动作分享给大家。各位有缘人看到这个视频，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视频先收藏下来，以免以后找不到了。好了，我们先来看动作。这个日功呢，也被称之为6造坐，有一句口诀大家一定要记住，叫做右手摸左肋，左手搭右肩就形成这样的一个姿势。那么我们在做这个环抱的姿势的时候，大家注意看我的手尽可能的向后然后同时呢把我们内侧的手臂贴在我们的胸口就这样。好，做好这个姿势以后，下巴微微往下低就这样，然后整个身体从侧面给大家看微微往下弯。那么我们呢是选择在吃完饭以后半个小时以后开始做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优势是什么呢？把我们身上的所有的力量集中在我们的脾胃上面。其实说白了，就是戒掉我们身上的气血给我们脾胃，让我们的脾胃有一个充足的一个运化能力。所以很多朋友反馈做这个动作做完了以后一般2到3分钟的时候就会发现，肚子里面咕咕响，而且能感觉到它的一个胃和我们的一个肠道在拼命的蠕动。为什么呢？因为力量全部都聚集在我们的胃部。很多朋友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会发现一个问题，刚开始的时候身子下不来，就感觉这里堵着一股气，然后呢坚持到2、3分钟以后，这个身子慢慢的就下来了，自然的往下落，最后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我给大家看就形成了一个蜷曲蜷缩在一起的一个状态。这个状态有哪些好处呢？就是逐渐的把我们的身上的力量气血全部引到我们的脾胃当中。所以一般我建议大家饭后30分钟做上一个5分钟左右。当你能感觉你的身体逐渐的蜷曲在一起了，这个时候就完成了。很多朋友在做的时候会反映这个肚子里面因为他感觉这个脾胃运化的力量大了，然后呢就往上会窜气，或者下面也会放气，而且这个肠胃里面咕噜咕噜的，还有一些微微的这种像水流一样的声音，这个
啊，都是正常的现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这个呢就是日功，我建议大家一天做一次，最好是在中午饭后30分钟以后去做。说完了日功，咱们还要接着再来讲一下夜功啊。日功和夜功啊，它们分工不同，但是两者啊缺一不可。日功可以说是借调我们全身的力量给脾胃，增加我们脾胃的运化。但是注意，这里是借调的力量，是短时间的。夜功啊，是在夜里面去增强我们脾胃的一个能力，让我们的脾胃一天比一天好。所以从某种角度上面来说啊，这个夜功也是非常关键的。夜功怎么去练呢？非常简单啊，人人家里面都有，我们准备一些材料就可以了。准备桂圆肉1颗，花椒6到7粒，再加上这个艾绒1小撮。咱们把它这3样放到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以后，加入适当的蜂蜜，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把这个小丸子在睡眠的时候呢，就贴在我们的肚脐里面，记住一定要把它封好，不要让能量跑出去了。这个时候，我们肚脐啊，就是我们神阙这里的这个小触手啊，就会来抓取小丸子当中的一个能量，从而强化我们的整个脾胃，并且还能扶阳提肾气啊。这个方法是非常有用的，很多朋友啊都用了这个方法，他就能感觉到自己的脾胃啊一天比一天强。很多朋友会说啊，这个方法非常好，但是呢，我自己动手能力又不强，而且也没有时间去做，怎么办呢？没有关系，我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在用的一个成品，就是这个南怀瑾肚脐贴，已经帮助了很多人养好脾胃，强化消化功能。我自己也在用它，我的家里面人都在用。这个成品非常的好，我给大家打开，大家就知道了，里面是一颗一颗已经帮助你包好的这个小丸子啊。同时呢，我们用鼻子凑进去一闻，只要轻轻一吸气就能闻到里面很浓郁的味道。味道越浓郁，就说明里面的选材用料越真，因为味道是骗不了人的。我们晚上睡觉的时候拿出一颗小丸子直接配合他送的这个贴片，就封在我们的肚脐上面，然后你就去睡觉。睡醒了以后，咱们把它撕掉就可以了。其实，在夜间这个时间段里面它里面就会散发出源源不断的能量，被我们的整个脾胃所吸收。你虽然睡着了感觉不到，但是你只要坚持用上一段时间以后，你就能感觉到这个小丸子的一个强化之处再配合着我们的日功，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好了。首先这个肠胃消化吸收就变好了。其次呢，脾胃好了以后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会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是，大家看这个小丸子当中的选材用料有很多是帮助我们提肾气、扶阳气的。所以很多人反馈用了这个小丸子以后这个自己这精神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像如果你呢或者身边的人长期脾胃不好的，一定要把这个日功和夜功结合在一起。它们俩结合在一起以后一定是1+1大于2，因为它的原理也非常简单。用日功帮助消化吸收，再用夜功我们这个小丸子放在肚脐当中，不断的强化我们的脾胃。你只要能够坚持下来，你会发现脾胃好了，身体就好了。好了，今天这个视频也就分享到这里了。希望这个视频如果帮助到你，一定要把它转发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大伟。脾胃不好的朋友们，不要再揉肚子了，帮助不大。今天我要教你一套南怀瑾老师的脾胃金刚功。这个功法分为日功和夜功，你把它两者结合在一起，坚持练上1个月以上，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功能越来越强大。吃进去的东西不再会成为脾胃的负担，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反而你吃进去的东西能够充分的消化和吸收，变为营养，滋润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气血越来越足，身体变得越来越强壮。好了，现在我把这个功法教给大家，大家感觉有用的，评论区下方打上有用2个字。现在一定要好好耐心的把这个视频看完。首先我们先讲日功，日功是什么呢？我们一定要在饭后大约20分钟左右开始练如果你的脾胃非常不好，你可以1日3餐每顿饭以后都做一遍，做上5分钟就可以了。如果你的脾胃感觉稍微有一些不好，但是大体能接受的，那么在这个程度呢，我们建议大家中饭或者晚饭选一顿然后我们去做一下这个脾胃金刚功的日功。这个日功也叫做6燥坐，是怎么做呢？其实非常简单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首先我们要记住一个口诀，叫做左手摸右肩，右手
抱左肋啊，把这个动作给做好。你看，左手摸着右肩，右手抱着左肋，然后呢，把它这个抱紧了以后，把头微微的下低啊，像我这样，然后身体啊微微的弯曲，就这样。我们的腿部呢是要什么呢？就是自然的把它并拢放好就行了。坐在板凳上，把姿势做好，然后来往下，就这样啊，侧面往下。这个动作呢，它有个非常神奇之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做这个姿势之下，它会集中我们全身的一个力量啊，去调配给我们的一个脾胃，从而增加我们脾胃的一个功能，让它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为什么在饭后去吃呢？就是这个原理啊，就我们把动作做好。这个时候呢，我们身体当中的力量就会借调给我们的一个脾胃，让它能够更好的进行一个消化和吸收。啊，我们就这样啊，低头做好。你会发现一件非常神奇的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做啊，比如说我们去刚吃完饭去做，你的身体啊有的时候弯不下来，但是你做完一个5分钟左右，慢慢的你会发现你的身体啊越做越往下啊，越做越往下啊，我们头微微下低，就这样越做越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我们的力量进入到我们的脾胃当中，充分的让我们的脾胃能够消化和吸收。所以很多人做完这个日功以后啊，就是6造做以后啊，他会发现这个肚子啊咕噜咕噜响，而且呢，通过这个力量的进入啊，他能明显的感觉啊自己的消化的能力啊变强了。这个方法啊一定要学会，并且啊把它这个视频啊收藏好，以免以后啊找不到了。好了，我们现在讲完日功了以后，我相信这么简单的方法大家都会了。我们再讲夜功。夜功是什么呢？它并不是要练，而是要在睡前做一个小动作。这个小动作是什么呢？我们自己啊要调配出一个肚脐贴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放在我们的肚脐当中，通过肚脐这个口子啊，让这个能量进入脐内啊，再通过睡眠更好的养好我们的脾胃。这个肚脐贴怎么去调呢？我们人人家里面都有，人人都可以去做。我们准备艾绒1小撮，花椒6到7粒，再加上桂圆肉1颗，把这3样啊放在研磨罐里面研磨碎了。然后呢，加入适量的蜂蜜，把它搓成一颗一颗的小丸子。睡前的时候，我们就贴在我们的肚脐上，睡醒了以后把它一撕就好了。这就是夜功啊。如果说你感觉这样做比较麻烦，我也可以把我自己在用的成品啊分享给大家，就是我手上拿着的这个肚脐贴，养脾胃、扶阳气，去除脾胃当中的一些湿寒之气，让你的脾胃啊越来越强壮。为什么说这个肚脐贴好呢？我为什么一直在用呢？因为它的选材用料非常真实啊。我们打开这个盖子，你就能闻到里面的味道啊，非常的真。味道越真，说明里面的用材用料啊用的越好。那么它里面是一颗一颗的小丸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就这样的小丸子。然后同时它还送了这个包装贴纸，我们把这个小丸子在睡觉的时候塞进我们的肚脐当中，再用这个小贴片啊贴好啊，就这样简简单单的就完成了我们的一个夜功的训练。我们的在睡眠的时候呢，肚脐这个通道里面的一些小触手啊，就会来抓取这个小丸子当中的能量，从而养好我们的脾胃。而且呢，很多人啊身体当中湿寒之气啊比较重的，也可以把这个小丸子啊贴在我们脚底的涌泉上面，2个脚啊都要贴。你就这样配合着6造做啊，去坚持一个7、7、49天，你会发现你的脾胃功能啊是一天比一天强大。为什么两者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去做呢？因为日功是借调我们身体的力量去给脾胃做一个强化，它并不是我们脾胃真正的力量，它只是说减少了我们脾胃上面的负担，让你能够对于吃进去的食物能够更好的消化吸收，变成营养滋润自己。所以呢，我们需要通过夜功，就是这个小丸子在夜里面睡眠的时候，通过它的这个力量去更好的把我们的一个脾胃养好。大家可以看这个小丸子的配比啊，你看桂圆、花椒，包括这个艾绒，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啊非常好的至阳之物，提升我们的阳气，去除我们脾胃当中一些不好的湿寒杂气啊。这样的话呢，脾胃通过夜间的一个修复啊，就会越来越好，力量也会越来越足。脾胃好了，我们身体当中的气血啊就会变得更好，气血一好，我们的身体啊也会变得更加的滋润，让你变得更加的强壮。这套方法真的是一套非常好的方法，24小时
啊，保护我们的脾胃，养好脾胃。脾胃好了以后，气血就足，人才能变得更加的长寿和健康。好了，视频分享到这里了，希望大家把这个视频的内容啊收藏下来，同时转发和分享给自己身边有需要的朋友和家人。我是大伟，感谢大家的观看和支持，谢谢大家。